司法院脸书很多人去留言哈，威胁大法官人身安全。许宗力、朱福美劝你们先做好不自杀声明。这个接下来一连串这个一只鸟在叫然后呢什么一点这个铁的摩擦声都要小心然后呢这个另外呢，譬如说这个社会有传闻要追杀你非置女于刑法271条，你就算退休以后也难保平安的退休等等各种威胁了那另外呢，主要因为他国会扩权的国会的这个改革的假处分，大法官恐吓司法院说这是危害民主，我们是民主的这个守护者，你们来危害我们警政署呢，所以已经启动专案，不容暴力危害法治然后呢，许宗力也说呢，司法院严议采取安全措施保护这些大法官那另外呢，这个吴峥因为当时事先有讲嘛，今天下午就会这个裁定出来等等许宗力严正驳斥，说我们是照惯例公布的大法官通常星期五下午公布裁决，正常的，并不是呢我们先把消息透露给民进党的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是说大法不公，所以呢要来辩论。许宗力回答说，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还跟你辩什么论？大法会跟你辩论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重重维安警力一早部署在会场附近，除了要保护副总统萧美琴，或许也是因为前一天发生这件事情。司法院脸书留言区部分网友点名大法官朱富美、许宗力，请先备好声明，并建议要格外注意特殊讯息，祝你好运。司法院也不敢大意。我们对那个恐吓的这个言论呢，都已经把它隐藏起来，并且我们已经报警。要来那个侦办，就是大法官个别的人身安全来进行保护。我们会在研议看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毕竟先前宪法法庭针对国会改革法案做出暂时处分裁定，引发在野党强烈抗议，就怕支持者反应太激进。警政署也声明，已责请北市警局启动专案侦办，并提供大法官必要安全维护，提升巡逻频率，特别是释宪程序正在进行。宪政秩序基本原则是民主国。我们除了民主国外，我们也是法治国，这个法治国很重要开口闭口都要维持宪政秩序，只是先前做出暂时处分裁定，没有载明是谁主笔，被立法院机关代表黄国昌公开质疑。22号晚间，甚至开直播向大法官递出辩论邀请。我们的宪法法庭那个裁判呢，都是可受公平了。他邀请的话，你们不可能会接受。这个不可能啊！世界上并不会有说当事人不满意法官的判决，就要求跟法官办一场辩论，这个没有这种事强调一切可受公平，宪法大辩论大可不必。翁委员是，针对这个在脸书上面是司法院脸书上面，然后有连友留言威胁恐吓大法官。那我是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应该啦，不是任何的这个威胁恐吓的留言都不应该就是去对任何人。那可是呢，这次大法官做出了这个暂时处分，冻结国会改革法案，的确是引来很多民众的不满。那么当然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也认为说这个大法官针对国会改革法案做出暂时处分这个理由其实也是很夸张。这么说吧，我们这么多年来大法官做出暂时处分的只有3个案子，而这3个案子基本上都是跟保护人权是有关系的。可是在这次的国会改革法案，坦白说，我们从法案通过到现在也差不多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实际上也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发生有什么立即不可回复的损害。那这个国会调查小组也不立法院调查小组也才刚刚启动成立，连运作要点都还没有。说实在话，实在是没有造成有任何个人的权利或是有任何公共利益有受到不可回复的损害。那他现在他冻结了这个法案，那当然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也可以预见啦我们之后的这个下礼拜的就8月6号的进入到本案诉讼的言之辩论，我也不认为说当这个在针对
这个本案诉讼的释宪判决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大概这个国会改革法案肯定会有几条是被大法官认为是宣告违宪的。虽然说他这次的暂时处分里面，我们这个他大概点名，他大概指出的大概只有12、13条的条文是要被暂时停止适用，还有30条条文是立刻就都生效，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之后的进入本案诉讼的那个宪法判决里面，那么估计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部分条文会被他们宣告违宪，包含会这么快的就做出来暂时处分的决定。说实在话，我们也觉得确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当时确实是有预测说，有可能就是这1、2周的星期五有可能会做出暂时处分，但是我当时只是想说，大法官应该不可能这么快就做出来吧？依照过去的经验来讲，有的时候他这个暂时处分都还会拖到2个月，之久哈。那但是这次的话，就是如同这吴峥，他真的要神预料，神预测，一下子就说，哎，这当天下午可能就会做出这暂时处分的这个判决，那么暂时处分的裁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很难让人不起疑，是不是？宪法法庭司法院那边早就跟民进党政府、跟民进党这里就已经都透露了很多的讯息出来，对，所以呢，我的预测是说，在本案诉讼的延迟辩论当天，应该还是会有一些火花，然后甚至到之后的这宪法法院的判决，可能都不见得会对我们的法案有利。那个司法院长很有趣的，他说吴峥，他说我们本来都是礼拜五下午啊，那哪一个礼拜五下午？是礼拜五没错，你怎么知道是这个礼拜五？对，你不知道是下个礼拜五？是哦。来，志涵，你们要辩论什么？我想先讲一下，针对就是有人去留言攻击这件事情，我们绝对是强烈的谴责。民众党绝对是反对暴力的，我们也会反对像过去在这个青鸟行动当中，在外头给黄国昌设灵堂这样子激进的行为。任何一个法治跟民主的社会都不应该有这样子威胁的举动。我们也呼吁大家必须要心平气和来面对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是，吴峥，我刚刚看到他回应了，他说这个是蓝白的借机发动政治攻击，借机来操作政治攻击。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民进党用4个机关齐发，这个才叫做借机来发动政治攻击吧。那他自己，我相信暐瀚哥他也在现场，是主持人嘛。当下暐瀚哥其实听到吴峥的说法，应该就已经觉得说，哎，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个时候今天下班前哦？他是说今天下班前应该就会发布了，这么的精准哦。就算都是星期五，为什么你知道在下班前，你连时间你都神预料？吴峥大法官恐怕必须要对外界说清楚。那大法官们呢？当然他在这个法律的衡平上头，还有对这个舆论上头，他必须也要面对人民的一个裁判跟一个仲裁，这件事情是无可回避的。那至于说要来辩论什么呢？其实我很简单的说，在这个宪法法庭它的这个裁判当中哦，应该说暂时处分当中，针对听取国情报告的部分，也就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5条之4，我就简单来说，我看到这个判决，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这个大法官他们的解释是说呢，如果邀请了总统来进行国情报告，那可能会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甚至引发朝野激烈的对立跟冲突，这会对民主宪政的运作造成难以回复的重大损害，而且呢是会有利益冲突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台湾的立法院已经变成了立法局了吗？如果你认为民主的质疑、监督或者是挑战政府，就叫做对于民主的伤害的话，要不要干脆大家以后变成人大好了，橡皮图章盖一盖就好了？如果说邀请总统来进行国情报告，针对里面有一些不了解的问题，想要提出提问，而且不是即问即答，是同问同答或依序回答的方式，也要用这样子的文字来说明。这样子的文字真的是一个民主的程序吗？我最后再很简单的讲一个事情哦，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其实民众党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绿能国家队联合再生里面的一些弊案，当中内容我就简单来说明一下，包含那个时候在彰滨工业区有设置了一个太阳光电的一个标租的案场，这个租约明确的就是规定说，你租到了之后，你不可以再转租出去。结果这个联合再生，也就是国发会，也是他的这个大股东，马上就违约出售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揭露了之后呢，他至少套利了2点多亿。那另外其他的案场呢，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它平均的回馈率至少要20%，结果它的回馈率非常非常低，让国库至少减收了近70亿元。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监察院一直他也提示宪嘛，监察院一直说他们才有合法的
这个依据宪法，他们才有合法调查权。但是他们的这个调查整整比民众党的调查晚了8个月之久。然后呢，他们在7月19号的时候上网发出了一个纠正的公告。他们纠正什么？说里面确实有违失的情形，经济部是有疏失的。当时我们开完记者会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叫林玉婵，他马上出来说，经济部完全没有问题哦，经济部的这个做法是非常 OK 的。然后呢，现在监察院发了一个纠正公告，但是他们竟然没有新闻稿，就这样默默的发出了一个纠正公告，也没有弹劾任何人。所以你告诉我说，监察院他有这样的调查权，但是他显然有非常多的怠惰的行为。那立法院又为什么没有调查权？既然在释字的这个里头，其实都已经明定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这个大法官的解释当中有这么多的荒腔走板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判决，或者是说他们的裁判，要人民要怎么样幸福呢？继续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把日本学者小笠原说呢，民众党的战略失策，所以对柯文哲来讲，2028总统大选是他最后的机会，再选一次总统必须要争取更多的筹码跟国民党谈判，才能让民众党继续存在另外呢，他建议柯文哲在下次选台中市长柯文哲要自己下去选。柯文哲说，台中战略考量应该选台南跟高雄才对到南部去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然后呢，这个大陆的评论就说柯文哲为什么选台南高雄？是不是要对卢秀燕示好想要跟卢秀燕结盟另外呢，台南议员说柯文哲到台南来选市长，杀伤力很强呢对这个谢龙介龙介本来要选台南市长，这个来一个柯文哲说恐怕一语惊醒谢龙介那另外呢，小笠原批民众党战略失策，变成一个小蓝，错了。黄国昌，你多多看我们法案，不是我们追随他们，他们追随我们了，蓝绿都追随我们了那另外呢，卢秀燕率团启程到美国去了，说有4个目的：姐妹市、高科技产业台商，另外呢，侨胞是他要去美国的4大目的那因为台风要来了，他们就把卢秀燕以前报台风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照片拿出来，跟他现在来做比较了好，我们看一下。他说柯文哲没有重金事项，我说柯文哲，我说我当医生怎么没有重金事项？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就分析，蓝白很可能在下届总统大选前成功整合。对柯文哲来说，2028恐怕是他最后机会，必须争取更多筹码和国民党谈判，才能让民众党存续。但在最近国会冲突当中，蓝白时常同一阵线，小笠原新信直说，这样无法彰显第三势力主体性，似乎是因为被造进好斗的党团总召黄国昌所主导，才错失机会。也评论黄国昌有类似日本政坛昔日的小泽一郎。虽然有强大的推动力量，但无论走到哪都会引发摩擦。在野党监督执政党，本来就是在野党的天职有很多台湾民众党提的法案，2大党都追随。被说好斗，黄国昌说这是在野党应该做。因为卢秀燕出国了所以出国之前然后呢，这个特别来告诉大家要小心访台老沈。我请教主持人，小笠原的文章你看了没有？很少，我看不是这一篇没有，我新闻有时候会看。我跟你讲，这个文章我看了，真的没什么水准，大概是等于高中程度的读书报告。他收集台湾的政情政坛的一些消息很完整，然后就是人云亦云、平铺直叙的就讲一下。他如果硬要到本节目来讲的话，我觉得轮到他讲的时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都会睡觉。因为了无新意所以他说民进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志涵你不要太在意，因为他没什么水准，所以他讲的东西你不要放在心里头。那他说柯文哲就应该去选台中，
他也乱讲啊，他最好是再选台北啊，因为选台北才引起人家的注意。反正你不管选哪里，你都不会当选的。你选的目的不是要当选的，你选的目的是要让民众党得到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凝聚大家，凝聚小草，继续把这个生命继续下去。不管是选哪里，但台中，他认为台中是柯文哲说台中没有意义，那大家去猜啊，台中也许你跟卢秀燕交情不错啊，也许蔡壁如在那边啊，不管你怎么猜都是乱猜。那柯文哲说有意义的话，我要选台南跟高雄，这也是乱讲。你去台南、高雄完全没有意义，你影响不了最后的结果。然后呢，大家就把谢龙介拉进来了。哦，谢龙介你也小心了，一定该乱了哈。我觉得小立远啊，你把这个台湾政情的分析当做你行业本身的一部分，我没有意见啊。你靠这个谋生，我没有意见，但是你的意见一点都不高明。选台北我觉得是不错，因为这是细精度最高的这样一个城市，他要当过台北市的市长。但我请教你，万一他选输了呢？你在这个地方站起来啊，现在你在这个地方跌下去，那你如果说选输了，你连台北市长选输了，你还能再选总统吗？不，你问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有意义啊，总没有意义呢。因为柯市长是进入空前最大的困境，就进也不对，退也不对。你想他阻挡的前戏，请我吃饭的一对一啊，没有别人了，我就劝他不要阻挡，千万不要阻挡，你白费心力，白费功夫，白忙一场。你看谁对谁错啊，对不对？但是他既然聊了，就不得不一路走到底，没有办法的。还有什么地方他可以选呢？我觉得他应该走的正确的路，就全力去护这个党，而不要去选什么市长。好，那小立元新信老师他对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分析文章再看没几篇，因为接下来9月他会在清华大学有一个课座那会上课整整1年。那他来台湾以后，他不会讲这个。他每次来台湾，几乎我都会跟他见面的，可他从来不上节目，因为他说他是日本人，所以他不适合评论台湾的政治。他写的是在日本的他的那个专栏，然后大家把它翻成中文那我跟大佬报告一下他的意思其实是非常直白的，就是民众党现在目前从他日本角度看变成小蓝的意思是说，你们在立法院的那个就战斗位置跟国民党一样，同质性很高，那你就会被泡沫化。尤其现在目前只有8席，那所以2026就是重点。那因为2026很明确的已经看到黄珊选台北，那这个黄国昌选新北，所以他才会去想台中啊。那他会选台中的原因是因为柯文哲的总统选举6都当中，台中是得票第2高的，第1高是桃园30.6，台中是30.1，所以小立元会建议柯文哲去选台中的原因，跟他说避免成为小蓝是同一件事。他的意思是柯文哲你要去选台中，选赢国民党，国民党输给你，你就不是小蓝了，因为你连国民党都杀嘛，所以连台中，因为卢秀燕不能当啦。所以他的意思是看到台中，那高雄跟台南为什么他不选？因为他客观分析，你就算再强，你再有 charisma， 你在台南、高雄是选不赢的嘛。所以小立的意思是说，柯文哲想要有让民众党有存在感，就是台北黄珊珊、新北黄国昌、台中柯文哲，然后都去选，而且还有人选上。他的意思是这样了，所以不是欧北下来了。当然，他可能跟这个台湾的政治的实情会有一个落差，因为柯文哲如果真的去选了，那你是要选赢还是选不赢呢？如果你选赢了以后，当然就没有2028了吧？难道你还浪杠去选2028吗？可如果选不赢，你受伤了以后，你的那个能量还有办法选到2028吗？所以先前我在访问，当然可能志涵他有更标准的答案了。像上一次我访问柯文哲的时候，他很明确的讲，他没有选2026的打算，因为他就是党主席，而且是希望选2028的，怎么会去参和2026呢？可是小立元是说看到了民众党现在看起来声势有向下滑的趋势，所以他的明确建议是去选台中，而且选赢。然后让这个柯文哲就留在当直辖市长，等于就不选2028了。我其实刚才看到这个黄国昌在受访的时候，他讲到说，我这个在野党监督执掌天经地义，其实没有错啊，在野党监督执掌天经地义。可是一个在野党监督到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你是附随组织，这就不太一样的事情了哈。那我说实话，这不是只是民进党对他的看法而已。其实我认识到一些，其实真的蛮多年轻人在1月13号那一天的时候是投给民众党，是投给柯文哲的。可是这个附随组织的印象，其实现在是跟着，尤其是这些民众党的年轻的支持者里面，我说1月13号，他现在还是不是民众党支持者，我不知道。但是1月13号投给柯文哲里面是有一些
对于这个附水组织的印象是非常非常介意的。这不是只是监督是你跟傅昆萁的那种合作，然后傅昆萁那种摸你的头，那个画面其实真的让很多人非常难接受。我不知道为什么黄国昌会让这个画面出现，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说，我同意，其实照理来说，一个关键少数的政党，它其实在这里面可以发挥的杠杆，照理来说是可以很大的，但现在或者过去几个月里面，民众党的走向，让他其实发挥关键少数的整体在政局里面的影响力，他的路线的选择的影响力，让他发挥的影响力比原本大家预料的来的小。这件事情不是我在说而已，这件事情包括我们都知道，在民众党，包括在很多协商的过程里面，其实民众党自己内部也有路线上面的不同。我想这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我们就不用去掩藏这件事情。这个路线上面的拉扯，我认为接下来会是民众党能不能够占据一个原本大家期待他扮演关键少数影响力，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说，当然我是一个执政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当然认为民众党当然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台湾的整体的政局里面，我觉得这也是包括小丽媛在提到的事情。可是过去的一些战略跟战术上的选择，让他失去了这个影响力的空间。洪委员，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你觉得在过去这段时间，民众党应该支持你民进党才符合社会期待的那样一个案子，你举给我看看。我直接讲好不好？其实在有好几次，比方说针对党产条例的投票上面，他弃权了。我其实觉得，只要民众党很清楚的，不要说支持民进党，一样反对，清楚的表达，在用投票的行为表达反对，他马上可以跟国民党在做法上面跟认知上面是可以拉开的。可是后来民众党都是用弃权不投票来表达一种暧昧，他就做区隔了。不，没有，我补充一下，都呈现了一种暧昧。其实，在那个法案上，如果你真的反对的话，你就表达我反对。其实这个事情就可以拉开了。我说，在这几个案里面，我们都看到，其实民众党可以轻松的拉开跟国民党路线差距的事情，但他当时没有。你刚刚举了傅昆萁的例子，我坦白讲，我那傅昆萁的那种摸人家头，不是说摸黄国昌，摸任何人头，这都轻佻的行为。我如果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就是一般人都不应该做，何况是个立法委员。这个东西，我认为其就不在黄国昌或是民众党。这件事情导致值得国民党去好好的检讨，我们要怎么看待我们跟民众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些地方该尊重他们的时候要尊重，玉芳哥该协助他们的要协助。玉芳哥，但我补充一句话。那一天傅昆萁摸完黄国昌的头以后，民众党有一位议员出来说，我也不接受。可是现场你看到是黄国昌接受。他也没有接受啊，他笑笑的接受，他也没有接受。我觉得他笑笑的，他并没有表达他不舒服，没有他没有表达他不舒服。被人家摸头会觉得很舒服。我不认为。我先从小丽媛的文章很长啊，其实碰到民众党跟柯 P 的地方很短很小，我们在台湾就把它拿出来抽出来扩大解释，其实是不必要的。申翰哦，刚才在批判民众党的部分，我觉得是不公平啊。他是吃民众党的豆腐，他就说：“哎呀，你该怎么样的时候，你不敢表态，你也只能弃权而已。”民众党有民众党的苦衷啊！我跟你讲，他弃权你也骂，他真的倒过来支持民进党的话，那更骂死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想，也许志涵会不同意了。其实回过头来重新来一道的话，民众党应该大声疾呼，为了救台湾的社会，为了怎么样，你们是应该要入阁。哪个副院长，哪个3个部长，今天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柯 P 带你们去搞这8席的不分区的立委，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小丽不甘愿，小蓝也不甘心，这个才是今天的困境。还是好，事实上，我要先谢谢玉芳哥。就是说真的，我们在这一路上，在这个会期，其实真的是一路。可以说是被夹杀哦，因为我们在蓝绿2大党当中能够走出来的路不多，但是我们很努力的走，所以我具体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表现在几个层面，比方说电业法的修法，最后是照这个民众党提出来的版本，公粮收购也是民众党的版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诈骗。
科技侦查这件事情哦，民进党本来是打死不愿意用这个刑法来处遇的。然后还有一个健保法的典质，这个也是民众党的委员在现场一直坚持。然后呢，这个邱泰源部长在现场白纸黑字写下来，要把它入法当中这个附带决议当中。所以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民众党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而且我们非常认真去做。那我觉得洪申翰委员呢，在讨论这些国家大政的时候，你就去关注于一个有没有摸头。我必须要说，其实国民党有很多的委员对于我们是非常尊重的。当他们要推一个法案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来说明，跟民进党非常斗鸡性格，然后什么东西都一定要硬干到底、碰撞到底、摩擦到底。如果说像小立院学者他这样说，说这个黄国昌非常好斗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个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才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一个所谓战斗民族或战斗团体。但是他们的斗是不是真的是有底气的斗，还是只是为了要冲这个赖清德总统所谓的表决可以输，论述不能输，不管怎么样就硬干到底？附随组织是谁贴的标签？这个那么小的一个事情，当时我们在推国会改革，国会改革必须要让在野党取得一定的主导性，必须要让立法院发挥它原本应该有的功能。所以在这个层面的这个战略考量上，我们当然必须要跟国民党，也就是在野党来做合作。但是我们的很多的法案是完全是有不同的想法跟主张的，这个事情不用用这种很简单这种表象式的摸头，就好像说这个民众党整个被摸头，完全没有这回事啊。继续再回来。民进党选中常委有一个灿系，郑文灿不满郑文灿变成弃子，所以说民意叫误投，其实是反击所以呢，2026民进党资源怎么分配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那这次英系挖了关键一票，再加上郑文灿系投废票，所以呢，非赖系中常委就逆袭赖清德。原来赖清德希望有10个中常委，有7个是青睐的，现在拿到6个，6个还是过半数了但是基本上呢，就是给你难看嘛那另外就是说，基本上呢，英系运作下成功挖角永援会郑光丰一席中执委的票就挖过来，所以本来大家没想到会那么多人同票就造成这么多人同票那现在10个中常委新潮流有2个然后呢，郑国会1个，永援会1个，绿色有1个，那洪委员算是民主活水，以前没听过民主是什么东西是有什么组织？没有，就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新组织吗？卓荣泰、罗文嘉、洪申翰OK， 林非凡，苏系张宏禄，英系苏姿芬、王世坚，陈亭妃自己成一个系了，叫非系、廷系那另外呢，新潮流有3席，这是变2席，青睐；英系2席还是2席，郑国会2席变1席，青睐；苏系1席还是1席，永援会1席1席，绿色有1席1席，民主活水0原来没有，现在有1席，陈亭妃原来也变1席那什么讲说这个灿系反击呢？就是吕林小凤，他是桃园市议员，资深的议员，他选票是盖了林怡景，这是赖清德的人马，选票你，然后接着呢，用他的大拇指在他自己名字上按一个指纹，就变废票了嘛。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我，那故意的，我当然是故意的嘛，我就是告诉你，就是我嘛。并没有说我这个还蛮有 guts 的，有很多人弄了假的说我们不是我不小心什么那个印泥误误印什么折的时候不小心没有，我就告诉你就在我名字上盖一项，我也不去盖到别人名字上，这是我那他说我是刻意为之，看到没？他要出来讲话我就是要这样做，因为新系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党代表票配给其他派系，把桃园队当弃子，让我一怒之下投废票。中执委选举结果我以18票吊车尾当选，跟原来的19票我差了1票。原因在于前桃园市府办公室主任陈坤荣跑票，因为新系办公室向我要求换票投别的系统，但就是差了这1票，没入票轨，害我差一点出局，让我非常生气。
哦，所以呢，火大，刻意为之，就是这样子，哦。那陈亭妃因为当选，昨天我们这边他就很客气，现在就很客气啊，很厉害啊，也不想去得罪赖清德了。但我们都是赖系啊，对，都是赖系啊。但是下面是重点了，我相信台南市长选举会有初选，你不要到时候像蔡英文一样，再给我自己提名，厉害啊！初选啊，怎么办？初选，你们都说我不会当中常委，对不对？我当选了。哦，郑国会说中常委，我们不支持你当中常委，我们支持你选台南市长，乱讲。每一个要选台南市长的林俊宪都要去争取中常委，为什么我要选台南市长不让我争取中常委？哦，他怎么要支持我选中常委？要支持我选市长，不要支持我选中常委，老梁自己干，自己出来选。哦，很慢，还有个结果是5个人抽4个人，哦，5个都是2票，抽4个人抽到了，哦，就林义景反而没抽到啊，所以郭正亮说这一票哈。证明赖清德没有那么强啊，我们看一下。蛮强。看到有一个弯弯的，反正弯弯的不是3就是2，哦，我那种心情哦，就觉得好像是整个石头都掉下来了。中常委中签，立委陈亭妃总算放下心中大石，因为对他来说，拿下中常委才算拿到2026门票，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一定会出现。为了布局台南市长选战，就算被郑国会开闸，陈亭妃也要挤进全力核心。倒是郑国会因为卓冠廷拿到1张废票，不止痛失1席中执委，连中常委也只剩1席。这场全代会选举，中常委也拿到1张废票，原本要盖给林怡景，而灿系议员吕林小凤格子内却出现神秘指印，选票作废，最后抽签又失利，让新系中常委从3席掉到2席。这关键废票也被解读是灿系的逆袭，纯粹是这个很大的一个意外。英系苏治芬当选也被视为另一个意外收获。虽然永延会对外都称为新赖系，但因为其中一位亲永延会中执委投给苏治芬，才让英系保住2席。目前民进党区分为2大势力，新赖系拿下6席，非赖系拿下4席。虽然新赖系过半，但严格说来更像脆弱多数。说好了赖清德时代，眼下似乎仍是腹背受敌。老沈。我觉得这2天的讨论都集中在民进党的全代会，我觉得是过度的夸大。因为平常讲，这个民进党的结构组织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迟迟不敢动，但民进党已经把它改成彻底的把，如果民进党选上总统执政的话，这个党是虚极化的。他就算他少了1席，他多了1席，然后是因为某某原因跑票，这个都是要热闹，要去讨论，我没有意见。但这是不必要的。那个中常会里头还有，当然中常委还有6个，对，当然中常委都是总统的人呐、党团成员跟6对，这个加进来，还有说赖清德要多少，那完全没有意义的，都是赖系。所以陈亭妃那一天在这里的表现，昨天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他多年的历练哈，他是把整这妈祖婆洪修理，我觉得他比妈祖婆还厉害啊！你看他讲到。大家都是赖系，而且赖清德是尊重制度的，所以台南市的初选不会被没收掉。所以呢，林俊宪也跟进了。林俊宪说，当然是有初选，所以其实这个陈亭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现在不要做中常委也无所谓了，他已经校正喊话，逼到非得有初选不可了嘛，对不对？因为赖清德当总统，又当党主席，所有资源抓在手里了哈，这个都会靠过去的啦。那蔡英文昨天为什么不参加？我觉得他不参加哈，你正面看、反面看，我觉得都可以。而且我这个人是比较正面的哈，比较与人为善的，我都讲好听啊。你们说笑什么？你们我都一向与人为恶吗？真的吗？再笑一下，我与人为恶吗？这奇怪了。心里是与人为善，嘴巴常常与人为恶。我跟你讲蔡英文哈。可以不去的，而且不去是正面的。为什么？不在其位了嘛。我去了再投个票坐在那边也很尴尬但是呢，你不去 ，OK，very good。但是他说另有行程，这个另有行程这4个字就怪怪的了。画蛇添足了。但是他去不去都无所谓，我觉得 OK， 不要做文章，这样好吧？再笑一次，你们再笑我一次。笑啊！伟汉，蔡英文为什么不去？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中常会对不起，全代会在选中常委的过程当中我先讲结论，我同意大佬的结论，不会因为这一席新潮流的林怡锦的落马而让这个赖清德就绑手绑脚啦，或者是他无法施展，不会，他还是强势的党主席。但是我认为个人主张他应该很介意这件事情，因为这等于是胸口被重击了一拳，还断了一根肋骨。有吗？因为吕林小凤她基本上是暂留这2票的。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我每次讲大佬，我都很尊敬你的看法。我现在是举例那下一句才是重点嘛。可是这次我不同意，吕林小凤讲说前面怎么样我不满，他后面加的是郑文灿啊。他说郑文灿被这个收押之后呢，他觉得他不只是为那一票，对他其实重点是在后面嘛。他是郑文灿的人马，所以他故意投一个，因为他这一票至关重要，让林怡锦变成2票才要去抽签。所以呢，第一个就代表说，因为我的了解啦。新潮流也不是吃素的，他怎么会不知道说，当郑文灿被收押之后，李林小凤会不会有情绪？有派去安抚嘛？有人去安抚，有人去作证，但还是无法阻止他最后这一票投废票，承认说我就是投废票，所以让这个林怡锦没办法上。照理讲我讲的最简单的，不要那么复杂，因为观众朋友不见得了解民进党的派系啦。这一次3票就是一个中常委，英系只有4票，新潮流7票加郑文灿2票，9票，9票选出2个中常委，4票。也选出2个，这就是差别了。所以呢，代表就宰制力不够，而且那个运势不好。第二个，蔡英文前总统他要来不来，我觉得都有说法啦。比如说，我现在又没有什么，又不管党务了，我要去干嘛呢？他把舞台留给赖清德，这是一个说法。但你要看在这个目前英系的几个新选上的中常委，比如说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好像跟蔡总统特别好的黄承国，或是这一次从奸系跳到亲英系的王世坚。他们在陈亭妃抽到那个签之后下去以后是恭喜他的，所以看来他们这是所谓乌鸦派，就不是完全顺从于赖清德总统路线的。我不认为民进党现在目前在内斗，可是看来路线上面就讲说我们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啊，所以陈亭妃的抽到签以及王世坚的进入，然后本来应该可以有更多席，但最后只有6席，这个我觉得对赖清德当党主席的第一次的全代会来讲，看来也是有一点点受伤。我回忆一下。那个压指印的，把它解释成灿系的反扑，过分了。我觉得这也不是郑文灿所乐见的，这是一个市议员的小动作嘛。那当然，我不排除一定有人会去向主席说不好意思，这个结果是预料之外的啊。那个赖清德的高度一定说不可能，不要紧，这不要紧，是一定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觉得不是？当然不是。你不相信赖清德？你因为你对赖清德有成见，赖清德心胸哪有那么大嘛？你自己看他这一顿所表现，这个不是。不要说别的，刚刚洪胜还是讲说，民众党怎么样？你赖清德当选总统以后，你地法院不够办，你们有跟民进党沟通吗？任何一个人，你今天老沈你是赖清德，你会这样子吗？你总要去沟通一下嘛。你刚刚讲说给你一个副院长，三个部长，他说我要就给你了，你要去沟通啊。我希望跟你联合啊，我给你这个条件，你要不要接受啊？他什么都不做，这部我都同意啦。我们现在是讲赖。好，行政院拍板，军公教明年调薪3%，这连续2年调哈。那教育团体说太少，要8%，物价涨那么多哦。那我们看历年调整了哈，从96年到现在5%、3%、3%、3%、3%、4%、3%、3%、4%，去年4%，因为要选举嘛，今年3%啊，物价的确是上涨哈。那另外呢，这总统太太说呢，这个企业要跟进哦。那希望呢，人才留在台湾哦。那也希望大学生哦，薪水能够高一点啊。工商界说，有通货膨胀啊，哦，我们若赚钱就会跟进了，我不赚钱怎么跟进呢？哦，以前是只要军公教一调，民间就跟着调，这几年也不是这样子的。哦，军公教调，民间也不见得调了哈。那教育团体说，感觉不到诚意，太少了，杯水车薪，塞牙缝都不够。7月20号会公布哦。教育团体说跟不上物价，合理要调8%哦。那另外呢，花多少钱？政府要预估花235亿，我们看一下。军公教罕见连续2年调薪，2024年调升了4%，明年预计调升3%。政府希望借此带动民间企业一同来调薪，但真有这么容易吗？
动机不是那么强啊，它大概是一个呼吁的效果。好，为什么？因为军公教跟民营企业他们是没有竞争这种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所以这个加薪大概就是一个呼吁的效果。行政院长卓荣泰22号证实已拍板，最快周4院会通过，受惠人数约73万人，预算增加235亿元。只是公务员加薪对一般民众影响大吗？理论上就说军公教加薪会起到通膨这个需求拉抬的效果。但是因为军公教的这个人数啦，还有就是说整个加薪导致的这个实质所得的增加的需求拉抬，这个效果应该不会是特别显著了。一般民众能否受惠，取决于你吃哪行饭。而军公教团体虽然整体加薪，但校长、教师团体认为调升3%和物价涨幅有落差，感受不到政府诚意。先前已建议调涨6%，只是以实物的涨幅计算而已，希望政府说明这3%怎么算的。然后因为我想现在这个行政院长在宣布这个薪资的这个调涨的部分，其实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在编预算了啊，那这就涉及到明年114年的预算怎么去编的问题，所以当然在这个时候你要去做一个总体经济的判断。那我自己是认为说，这个对军公教的这个薪资的调幅，除了一个是来自通货膨胀的问题，你必须跟着，你还是要顺着这个势去做一些调整以外，其他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其实还是希望能够透过消费跟内需来带动我们现在在这个尤其是服务业上面，其实目前看到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其实台湾的高科技业的出口其实非常非常好，那这当然也带来了很大部分的税收。可是我觉得整体的平衡感上，包括总体经济上面，是希望透过这部分再来多带动一点。我觉得这个意图，我觉得也是很明确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很艰深、很奥妙的问题。那委员刚刚盛汉委员给你的回答，跟你的问题不相干。他没有真正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台湾是低薪也低物价，但是经济繁荣的国家。这全世界有没有这种现象？韩国勉强了，其他都没有。那我请问，政治这个是自由市场吗？这个是市场机制吗？其实政治的这个魔手都伸进去了。那我要请问你，我们的政府是伸进物价多，还是伸进薪水多？你觉得呢？政府伸进物价把它压低，这个是只有国营事业了，比如说电价压低、水价压低，其他它动不了。鸡蛋要涨就涨了，早餐要涨就涨了，但是政府对薪水的压低是非常有力道的，所以呢，薪水一直跟在物价的后面。理想的国家，当你一路从落后变成繁荣的时候，这两条线最好是亦步亦趋。偶尔让薪水超过物价，那更美。但是台湾从来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以出口为导向，把出口能够继续壮大为神主牌，所以呢，他不在乎其他的。所以呢，我们台湾的这种低薪低价，对谁最好？对出口最好。对哪一种人没有影响？就一辈子在台湾不出国的最好。对哪一个人不好呢？喜欢到这个有钱国家去旅游的人最不好。贵了，来，我是常常到市场去买菜的人，我觉得物价真的涨得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我军公教这件调薪，我替军公教觉得高兴，了胜于无嘛。军公教也没有别的收入嘛，对。但是很多的。我们要记住，很多中下阶层的百姓，特别低收入的百姓，他们不是军公教，或是家里有人可能有军公教，可是他对他们家整体的收入来讲，影响是有限的。那政府要怎么想办法去帮助这些人呢？你调这个军公教薪水，对他们是没有帮助的，他们还是收入还是这样子的低，那可能一个月就拿个2万多块，先生拿个3万多块，太太拿个2万多块，养个一个孩子、2个孩子，这日子是很难过的。那政府有想到军公教人员，更要想到他们那些人怎么照顾他们。因为军公教73万了，受惠73万了。
是，我出身军公教家庭，然后我自己本身也之前是大学教授，所以呢，我必须说，军公教的薪资在过去哦，我父母亲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那时候称之为中产阶级。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些年来，大概近10几20年来，其实现在军公教的薪水在整个社会的结构上面，已经算是比较偏低的，中间往偏低的方向。我们的薪资待遇跟其他的国家，新加坡、日本、韩国，这已经不能相比了。所以呢，军公教的薪资调整，我觉得这一定是要调，而且它不只是跟物价这个通膨这些有关，这也跟军公教的人才是不是能够留住有关。现在军人不好找，老师、公务员其实都缺，为什么？因为我们薪资待遇偏低，然后过去是认为说军公教还是铁饭碗，还可以仰仗的这个退休金，就我们现在退休福利待遇大幅的调降，变得优秀的人才已经不愿意来当军公教了。这个我觉得这对于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损失。我们没有优秀的人才可以来当军公教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国家行政体制怎么能够进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回到刚刚之前有讲到，是不是民众党是不是蓝营的这个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我觉得其实不要这么说，每个党都有它的主体性。那我们在很多的法案还有议题的策略上面，我们是合作的，是结盟的。那我们不是说所有推的法案，民众党都支持啊。那民众党支持，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会赞成。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就议题来合作。好，我觉得人民的可支配所得一定要增加啦，因为现在这个通膨物价真的是太高了。但是相对于军公教，其实警察的福利我们也要照顾啊，这些东西方方面面都必须要兼顾。军品现在基本上是军品。